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伯文，大家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英山，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义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国的三哥陈柏惟，大家好，双友。对所有人来讲的话，好，那致癌油案到底现在那已经查到什么样一个程度？那当然看起来有点越烧越热，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已经寄出了最重的一个罚则，1.6亿对中联 ，OK？ 但是老百姓关心的应该不是在罚则到底怎么样，而是在于说我们的生活上，我去买油，我去到外面吃东西，我去买东西，到底是不是会用到这些油呢？那还没有查出来。那油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当然，你也看到蓝绿之间，包括蒋万直接炮打了，包括连总统、行政院长。那行政院长直接回应是讲说，查油当然没有一个人会轻忽，但是呢，也要查得仔细，也要查得周延。好，那这整件事情在政治上会产生什么样一些的后续一些效应？好，再来就是大家对霸凌当然都没有办法容忍。对于四广阳的相关的一些事情，未来在选战里面会有什么影响呢？而你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件事情对于四广阳来说，除了他自己以外，当然对他母亲万美玲委员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蓝绿之间甚或这个仗都已经烧到了，包括高雄，那包括赖若荣啊，包括四广阳被拿来一起比吗？好，未来这选战到底又会怎么样？当然现在看起来的话，在昨天发生了一则新闻，就是石板民夫在台中当演讲完了以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有人说香港，有人说中国籍的一个男子，那已经被抓了。警方证实还有另外一个人离境。好，这件事情警政署现在也在调查当中。当然，府方那总府也已经发出了谴责。这整件事情说跟民主裁决法实施以后有没有关联呢？国民党也直接说了，大家不要先预设立场，让警方查清楚再说。而在未来的政治上面会有什么影响呢？不过开始让你看一下，包括总统府啦，包括发生在台中嘛，卢县市长也有出来说谴责暴力。那蓝营又是怎么回的？来，这起案件呢是中国在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第一起在台湾所发生有像这样子跨境镇压的暴力胁迫的案件。当然，这个我们要表达严厉的谴责。台中市不容许暴力，只要在台中市有任何暴力发生的话，我们的警方一定采取强力作为。所以这个案件呢，在4个小时内就逮捕了这个嫌犯哈，现在正在侦办当中。我觉得我们不要预设立场，让警方去做让警方去做他们应该做的调查。不过据我所了解，这个港籍的男子据说是认错人了，那我也不知道他把石板民夫跟哪位他的仇人或名人把他连接在一起，但是我会相信警方的调查。梁医生，看不到人啦，快有就是林廷辉，不能被怕林廷辉，因为林廷辉跟石板民夫长得蛮像的。说真的，石板民夫是大家的好朋友啦，所以他昨天被打的时候，大家也吓一跳啊，说为什么被打啊？是不是名嘴都会被打？所以大家都有这个警觉嘛？是不是我们在电视上讲错话之后，然后被打嘛？所以这件事情，当然警方我要肯定台中市政府，台中市警局啊，4个小时之内就马上在清泉岗机场。抓捕了这个人，表示他们第一时间中午报警，就掌握了这个男子的一些相貌，掌握相貌之后，有直接传到清泉岗机场，让机场也有警觉，说如果这个人士要离境的时候，要立刻通知警方，立刻逮捕嘛。所以在清泉岗机场，果然他马上犯案后要离境，马上就抓捕回来了。而今天警方在经侦讯之后，也确认他是在7月2号从香港入境。那在台中换了3家饭店，另外有1名的同行者在犯案的前一天就出境了，表示他是有同谋有共谋。如果认错人要打人，为什么还要有同谋？这件事情就引发大家的质疑，尤其是在香港、中国辖下的香港地区来的这些居民嘛。所以香港的前议员李文浩昨天就在脆里面发了一个文，他证实这个人，因为照片已经公布了嘛，这个人叫做廖港发，他在2016年在香
香港法院因为贩毒被判刑了50个月，他本身就是一个犯罪分子。那这个犯罪分子呢，他的行动的性质跟之前袭击香港民主人士手法是一样的，就找犯罪分子啊去袭击这些香港主张民主的人、抗议的这些香港的民主人士啊，就用同样的手法，用殴打的方式，就是让你心生恐惧嘛。然后也是在香港犯案完之后，袭击完就打算马上坐飞机离开。他的犯罪的行为啊，不是说这个廖港发之前犯过罪，犯罪的行为跟过去所谓在香港压制所谓的民主人士的方式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总统府出来说他是所谓的在这个香港这个在中国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这个法案通过之后，他的第一起的境外镇压势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法案啊，它除了长臂管辖之外，因为它台湾跟中国不可能有所谓的司法的互相互助权嘛，所以我们现在包含我们到泰国也好，到其他跟中国有所谓的司法互助的国家，我们自己都会很小心，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言论让中共不满意，他就可以长臂司法管辖把人抓回去嘛？所以在台湾，因为他没有办法做长臂的司法管辖，所以他运用的方式叫做跨境镇压，直接打你啊，打到你心生恐惧，你就不会发表一些对于所谓的中共所不喜欢听的言论嘛。尤其石板民夫他锁定的对象是非常精准的，因为石板民夫他除了是一个我们知道的政论的一个相关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评论员之外，他其实他在中国出生，他在日本长大，他是日本人，尤其中国的仇外势力又是所谓的民族团结法案，是不是透过石板民夫这个所谓的日籍的日本裔的这个身份啊，他现在已经入籍台湾了，日本裔的身份来激起他们国内的所谓的民族主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台湾毕竟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根据的法律的允许让我们做发言，政府就有义务来保护所有人民的民众的这个人身安全跟言论自由。Thank you。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为什么媒体上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呢？讲说石板遇袭的这件事情上升到国安层级，为什么会到国安层级？你也看到刚才国民党的在党团的书记长林佩长有直接说，大家都还没有定调，那警方还在调查，大家不要去预设立场。但总统府出来，总统府发言人士直接讲说，这几件事情跟老共的那个什么中共民族团结法这些是不是有关联性？那为什么这个中间总统府会直接出来发表这样一些言论？因为包括陆委会也有。然后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国安层级？因为不合逻辑。首先这一位凶嫌啊，他是有目的性的来到台中，住了3个饭店，围绕着这个石板民夫的行踪。然后呢，他去到行凶的当下地点的时候，案发地点的时候，他的唯一目的跟唯一动作就是走进那个饭店寻找石板民夫。然后往他脸上招呼了一拳之后，离开那个饭店。也就是说，他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暴力冲突，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跟上公吵架，吵到不开心后，拔麦开始互殴或者是走在路上呢，2个人肩膀碰到肩膀扩烧扩烧，它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然后它是针对性的、有目的性的行为。再来呢，这一位这个凶嫌。他本身面对事前事后的这个状况都不太合理。事前我们可以知道，他过去刚刚讲的有非常多的前科，然后他是中国籍，现在有香港的身份。那这一些行为、这一些处境行为啊，以及他犯案之后换了衣服，即将坐飞机离开。那我问你，你到底是来台湾干嘛的？你有没有其他的选项？我在香港看新闻，看石板民夫很不爽，然后我决定要飞来台湾，花自己的钱，然后这个让我有可能会被台湾的警方所拘捕，然后甚至是监禁的风险，就为了过来揍他一拳。这个到底全世界有谁会个人突发性的去做这种事情？所以当新闻出来的时候，我就跟身边的朋友讲说，这个应该是有共犯，因为他这个我常讲这种东西就是要几文几步嘛。这个共犯目前已知的确有一个人已经逃亡了，但是他后面有没有更大的组织是需要法律授权让他们去做相关的搜索的？现在你如果把它当成单纯的暴力犯，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去说我们不要预设立场。不过我必须要讲，不要预设立场这件事情对邪恶纵容，其实就是怎么样对善良人霸凌。
今天我们担心的事情是石板民夫，他，请问他在台湾有跟谁利益冲突吗？你就比如说2个建商，一对过来8亿，那个不要说打架了，开枪杀人的都有嘛，掳人勒赎的都有啊。你说今天是选举选到我没有上的话，我就会家破人亡、身败名裂。所以我们最后一步啊，那怎么样竞争的激烈？过去台湾的政治历史也有发生过。石板民夫挡到谁的财路？石板民夫挡到谁的权力之路？石板民夫在台湾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作为一个媒体公知、媒体工作者，在对中国发声嘛。那另外一方面，也因为他的身份的关系，有代表着台湾、日本友好。那又发生在7月7号之前，不免让人家觉得会不会是在所谓的卢沟桥事变开响第一枪啊？这个八年抗战，所以中方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对于坚决反共的台湾下手。不免让人家觉得会不会是在所谓的卢沟桥事变开响第一枪啊？这个八年抗战，所以中方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对于坚决反共的台湾下手，去打一个象征性台湾日本现在友好，挑起历史伤痕，这当然有很多遐想空间嘛。但问题是至今没有解释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今天立法院党团也不用讲那么谴责暴力，总讲得出来吧？这个应该是要蓝绿白应该共同谴责的事件吧？他今天可以打1个人，他以后可以打10个人呢。所以今天立法院党团，我认为最好的回应，也不只是否是跨境镇压、长命管辖。第一个，共同谴责暴力；第二个呢，针对这个不足的地方去修法。因为如果今天这个攻击事件是涉及外国政府授权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国安事件了嘛。但现行的法律不足，尤其是因为台湾不管对港澳啦，或者说所谓的陆委会，有过去那种我们曾经想要反攻他们，或者是曾经想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竞逐港澳人民的这一个喜好，甚至把他们当成侨胞的这一些历史，其实应该要透过修法，慢慢的在这一些所谓主权回归或者是国安法之后，做进一步的修改，以免他们会食髓知味嘛。我还是要再讲一次，这最起码最低限度都是一个治安事件，是暴力事件。那如果更进一步是国外政府利用台湾的法治，甚至利用国与国的信任，然后来破坏台湾的这个治安，造成人民的恐慌，这个都是不被台湾人所允许的。OK， 明显2个，第一个，这整件事情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刚才3Q 是说，大家应该不管蓝绿白，不管是政治人物或一般人，共同谴责暴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这件事情，当你看到总统府发言人出来讲的那段话，包括陆委会，包括内政部长都出来讲了，跟譬如说陆委会有讲说跟民主团结法这些是不是有类似的关联性啦，类似像这些。那国民党是说不要预设立场。那刚才3Q也提到，这算不算是老共有可能是老共在所谓的输出恐惧，对于包括言论自由，对于包括治安方面造成一些困扰，会不会是这样？第三个是。绿营今天在立法院有提出，包括要谴责老共的那个民主团结法的法案，但蓝白后来是挡下来了，那为什么？第一个我先讲哦，我跟石板民夫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他很多政治主张我不一定认同，可是因为他入籍中华民国嘛，他算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嘛，我觉得他的身家安全应该要受到保障。所以我谴责暴力，这应该的，这本来就是一样的 common sense， 就是本来一致啊，就跟人权一样啊，跟性别一样，这本来就是没有受到歧视啊。所以第一个动机到什么要查清楚。所以依照台中市警察局说，他已经扣押了第一个。除了嫌犯 A 就出手的那一个，因为他有他刺青嘛抓到，他还知道说，他从入境之后到台中换了3家旅馆。那另外一个有共犯已经离境了，就代表说警方对于相关的都有掌握嘛。那到底方案我们来讲，方案的到底动机是什么？大家一连串包括府院党所有把口径都认为说，大陆的那个跨境镇压、长臂管辖，到底是不是这样？因为涉及到境外镇压或长臂管辖，这就两岸的事情哦，这很严重，那查清楚嘛。我觉得这一部分，当然我认为这个警方会去查嘛，因为你依照现行犯罪地是在台湾，台湾政府本来就有管辖嘛，你现在已经羁押，而且这有可能会羁押，那你的伤害罪当然石板他提出来，那只是5年以下哦，这刑责蛮重的，所以查清楚嘛。第二个，
动机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没有跟那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没有相关？我还特地去看民族团结进步法，等蛮长的，他没有写进说，哎，你台湾人士怎么样该列进去嘛？哎，你就我来讲啦，我生活在台湾的人，我认为你大陆的法律管到台湾什么事情？你对我来讲，他管不到我啊。中华民国立的法律，我特例的上，哎，真的蛮多的等，他有特别写到把香港跟台湾纳进去。把香港跟澳门他没有写到台湾啦。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包括我今天看到有人，包括民党的人士讲说啊，现在因为这一个民族团结促进法通过了，我们连世界杯足球都不能帮日本加油。这不是很奇怪吗？那洪普昭写的，哎，拜托我支持日本，这次踢得很好了，跟巴西差一点点，然后踢进16强，我觉得日本踢得很好啊，为什么不能帮日本加油？我觉得会不会有点言过其实啊？你刚才讲的意思是说，因为里面没有写到台湾，所以如果绿营在立法院提的那个谴责案，蓝白的意思是说，那又没有写到我们为什么我们干嘛对号入座啊？第二个，把所有大陆的讲说什么跨境镇压，譬如说过去老讲。过去也有反分裂法啦，譬如说也有国安法啦、间谍法，很多民党人说啊，嗨啊，芝麻出国去香港或去澳门或去泰国，譬如说哪一个国家跟大陆有引渡条款呢？只要骂到老共啊，去那边就完蛋了，可能就会被引渡过去。我上礼拜上礼拜在你们节目还讲说，习近平的统治模式就是独裁嘛，就专制嘛。我上礼拜去曼谷啊，我也没有在检验护照的时候，我被人家扣押或那个遣送回去啊，还没有我太太去。如果我被遣送了，我会向我们的外交部去那个求援吗？没有啊，我也是自由进出啊。会不会因为你是郑丽文旗下的？没有啦，一样啦。我觉得那是第二批啊，先第一批先台独，不要讲太满了。这个你看，就说那个民族团结进步啊，他是希望说啊，可以维护国家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公民的义务。拜托，我们是中国公民吗？并不是嘛，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我们是台湾人，我们干嘛要遵守这部法令？所以我不认为这有长臂管辖。至于说是不是跨境镇压，我认为背后要查清楚。那背后如果是真的政治动机的话，那背后指使的是谁？我觉得连接才串得上去了。OK， 来，伯文，但是除了要回应刚才明宪讲的这个以外，蓝营现在有人讲说，就选举到了，抗中保台又要出来了。就把这件事情弄出来，这搞不好有没有什么自导键？都听到有人讲这样。那这整件事情，那包括府方都已经说了重话。那刚才明宪所讲，你有没有什么看法？我觉得今年年底我们的主轴根本不是抗中保台啊。我很希望你可以给我5分钟，让我讲一下我们最新的福利政策，0到18岁这个每个月5000块的这样的。你真的要讲5分钟哦？这个津贴。真的哦，然后我们的租金补贴300亿，然后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已经21万的拿到我们的相关的这个租金补贴，然后有12万的社会住宅，有21万的包租贷款。接下来够你的时间。然后我们现在高中免学费，大学私立学校补助3万5千块。针对他刚才还可以继续吗 ？OK 了 ，OK。所以我们的年底主轴不是这个嘛？所以不要。所以说不是他们讲的抗中保台，我们年底主轴很简单，我们就是让台湾更好嘛，就是台湾好生活嘛，台湾好生活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可是这一次的事情，为什么大家会关注？因为我坦白讲，我跟民贤立场不一样啊，总不能因为我们政治立场不一样，我们就玩给羞怕，然后路上看到不一样的人就打，这不行啊！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要互相尊重，所以我尊重民贤尊重我。那我要讲就是说这个事情，坦白说啦，这个刚刚讲到民主团结进步法，这个不要当鸵鸟，把头都埋在沙子里面。这个部分不要说国民党，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谴责，德国都谴责啦，美国也谴责啦。国民党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谴责，德国都谴责啦，美国也谴责啦。我告诉你，全世界很多国家，欧洲很多国家都表达对这部法律展现出来的跨境镇压跟长臂管辖的威胁，都表示很深的疑虑啊。因为它里面规定的太抽象嘛，例如说为了民族团结，违反民族团结，什么叫做民族团结？那你要知道，中国是把台湾视为他们的一部分呢，他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宣传，他对内也是这样子在对你，所以当然这部民族团结进步法对于我们当事人，或者是说有在中国的亲朋好友，搞不好都会有影响啊。所以我认为这部法律
通过，当然要谴责，这个应该立场一致。可是国民党竟然是搁置抵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另外我要讲，你知道那个范闲哈，打石板民夫那个范闲，他是在那边连续2天在那边喝咖啡喝1个下午哦，好，然后也不知道干嘛，那间饭店我还特别去问说，他是不是有海景？你们是不是有面对海景？没有啊，就在市区了，很边没有啊，就市区了。那一家饭店好坏我不讲，至少它没有什么 view 吧，不是那种坐在那边哇，我想一想过去我的人生哇，这个感觉多美好或者怎么样？不是啊，在那边你待半个小时你就觉得很无聊，你懂我意思？他在那边为了等石板民夫等了2天，好，等完之后他就为了一件事情，就是打石板民夫1拳，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就到机场，然后就要去韩国，好。那请问，这个当然是杞人疑窦啊！特别在你长臂管辖、跨境镇压，每天喊着震天尬响的时候，尤其你又是这个港籍、广东籍，然后持香港护照，这当然我们会高度怀疑啊。那你知道这种事情哦，这过去在台湾，其实坦白讲，是因为石板民夫有名，所以大家很重视。过去你知道反送中时候来台湾很多的香港人在台湾，他只想安身立命。做个小摊贩，或者是煮面，或者做个烧腊一样，只要他过去曾经参加过反送中，在台湾哦都被盯上。只是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很多人知道而已啊。我就有朋友，他只不过是开个那个小烧腊店，然后就是卖那个香港的那个港式的那种餐包，他一样啊。因为他以前是反送中分子，然后就那个经常有那种就是那种看起来就是那种。气头啊，就在他面前，就在他前面那个摩托车，他也没干嘛，我就在那边弄了声音，然后把你那边烟雾弄得弥漫，就这样。然后呢，很简单，过去就丢一包什么，里面跑蟑螂出来，你能说到伤害罪，连伤害罪你都办不到他。我跟大家讲哦，这种事情，坦白讲是层出不穷啊。你如果去问，好，我都不要讲说这个香港籍，也有这个中国籍来台湾安身立命的，只是因为他跟民进党的人士接触而已哦，我的天哪，我也不晓得这个讯息到底怎么传那么快。只不过说，我去他那边吃个面，然后吃个面，觉得说，不错啊，这个你这面很好吃，也没有谈到什么政治，竟然说隔天说他老家，我也不要讲了，他老家的妈妈说接到国台办的这个电话说，你妈妈最近生活过得好不好啊？问候一下你女儿，看她在台湾生活过得怎么样？这个都会让人家心生疑惧嘛。那我请问大家，同样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的人，面对这样的一个威胁，我们当然要采取一致的立场啊。政治的这个竞争是一回事，可是这种直接是侵犯到我们台湾人民的这种人身，或者让我们恐惧，我们当然要表达不满。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我觉得不但要彻底严办之外，我觉得大家应该不分党派，要一致团结出来划乡啊。包括这个民主团结进步法，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啊。可是很奇怪，在立法院这个案子，我们觉得写的也蛮中性的，然后是站在台湾人民的这个立场出发，结果也被中国国民党硬生生挡下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理解是中国国民党到底在想什么。来，明贤。我没有紧箍咒，我干嘛拿紧箍咒往自己头上套？这部法令我都要跟我讲清楚了。我刚刚上去看，它是适用于中国公民，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是台湾的人士，它不适用我去谴责他，不就奇怪吗？全世界外国订定的法律只适用台湾，就有一个叫 TRA 台湾关系法，台湾 Relation Act， 没有其他都没有啊，根本就不适用我们。针对一个不适用，我们去谴责，那么叫奇怪吗？你就搁置它就好。如果这样谴责的话，其他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两岸交流要去健康啦。你说大陆在台湾有没有潜伏在里面？我也认为有。可是你到底第五重点有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个计划性到底让他去查清楚，不用说把两岸交流完全一概把它否定掉了。你说刚刚在讲，后来在讲说什么现在福利政策很多，最后基调回归。包装在里面又是抗中啊，所以到底能不能抗中？基本上写公司啊，我实在很难跟你对话。我请问你，我刚要你给我5分钟，我就纯粹讲中国今天，我也没有包。主持人，你总是做个公道啊，对不对？我都讲不到10秒，又让我讲一下。他还跟我呛下说你讲不到5分钟，我就真的可以讲5分钟。我说讲到7秒，他马上说那我们来谈其他的。你的骨子里面是国民党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我觉得不太好吧？对，可是这件事情国民党今年选战的主轴是和平哦。
就是郑丽文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啊，到美国，现在他们主流打这，然后面对到这次石板的这些事情，然后包括刚看到府方所出来直接这件事情会不会跟劳工的民主团结法界选举年的时候，所有的那一点点小动静都可能变成一个大涟漪，它会变成这个样。而现在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如果因为好，警方也在侦办，但显然这件事情在氛围上面已经隐隐然跟两岸之间有关系了吗？当然跟两岸有关系了。不过今年这个中国牌的问题或者中国议题的问题，我不认为是民进党提出来的，我认为是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带起这个议题的哈。先讲两个时间点去看一下哈。这个打石板民夫，它其实就是教训，教训。我等一下会举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台湾过的，就是教训，打了人就走，专程飞来台湾就是要打石板民夫，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是日本人，虽然现在是中华民国公民，因为他是日籍，他是日裔，时间点就挑在7月6号，早上11点40，中午11点40分，今天一定会谈到巨浪嘛，7月6号，12点多吧，不是时间是7月6号，7月6号，这个在中国是有特殊意义的，他没有讲。他用时间做给你看，那你看得懂看不懂随便你。第二个，我刚才讲说要举一个例子这个人，虽然我们抓到他了，台中市警方反应速度非常快，4个小时就抓到人。慢一点，或者你犹豫一下，或者你稍微判断错误，这个人就出境了。好，那就会对我们的治安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所以台中市警方这次反应非常好，但是他在乎被你台湾抓吗？他在乎被你关吗？如果这个人真的有过那些贩毒前科的话，你能关他多久？我说要举一个例子这种施行教训，或者有党国体制的，在台湾最有名的叫做江南案因为你打石板民夫这件事情，一定会在台湾社会变成新闻。他就是要让你知道，他不怕你知道。江南案当年。军事情报局教唆只是用帮派分子去美国行凶，他难道不知道事情会搞大吗？他只是没想到他居然那个时候陈其礼他们会留下录音带，他只是没想到美国警方的速度这么快。他只是没想到他居然那个时候陈其礼他们会留下录音带，他只是没想到美国警方的速度这么快。后来搞到蒋经国当时的总统才会讲出蒋家后来不会再选总统。还有一个是因为那时候美国的手腕很大，比较粗，台湾的安全各方面是建立在对美国的依赖之上。那你当然把石板民夫放大到江南案的话，那个是失去比例原则。但是这个事情是要告诉你，这是一个在特定时间所挑选的。他为什么不打其他的人，要挑石板？日本嘛，日本的身份唯一的敏感，就是因为他有日本嘛，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华民国公民嘛。那国民党的在立法院的反应态度。我就不晓得你听不懂林佩祥讲话，我是听不懂林佩祥在讲什么。先讲一句中国的民族团结法，如果是规范中国公民的话，那德国在抗议什么？不可能，你可以管德国人吗？就因为他有长臂管辖，他会他的民族团结法已经侵犯到其他国家的主权。挑了石板做了一个样板跟教材，就是要打给你看而且他也不多，就打你1拳就好，他就是打给你看，要让你知道。OK， 不过这几件事情，上口第一个好，从石板这件事情会牵扯到刚刚讲到说那个恐惧跟长臂管辖问题嘛。如果真讲长臂管辖或是长臂恐惧，那潜舰射导弹，这应该算是不止。那个导弹就应该是针对包括美国、日本，几乎因为如果照它的那个射程来看，它是可以打到
美国本土去的。照那个射程来看，大家都说第一岛链什么什么这些，它有可能不用突破第一岛链，它就可以直接打到美国本土，只是那个美国反应的时间长短而已啊。对啊，当然，主要是我们都知道嘛，核三位一体的时候，就现阶段能够做到的就美国、俄罗斯跟中国嘛。核三位一体里面包括是空射马、陆基跟潜射，那3种里面最难防御的当然是潜射，因为第一个你要先抓到它潜水艇在哪里。如果你没有抓到它到底在哪里发射，会缩短你的反应时间嘛？当然现在都专家什么都在说它是巨浪3，但是以吴钊燮的我们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在社群媒体上面讲的是巨浪2，因为巨浪2跟巨浪3有差别，巨浪3可以射程到12000公里，巨浪2的基本款它是射7000公里，弧度的话算整个弧度的话是7300公里，所以为什么会猜测巨浪2？因为它的那个弧度跟那个距离符合巨浪2，那如果你是改良版的话，它可以到8000到9000。当然这一个依据吴钊燮自己的说法跟他画出来的图，他是在海南岛的东南侧，越过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直接往太平洋岛国里面的东加跟诺鲁的附近的公海下去嘛。那个地方为什么澳洲、纽西兰会跳起来？距离我太近，你就在我的上面了，你距离我太近。好，那当然。无论是巨浪3也好，巨浪2也好，它就是告诉你，我从我的战略潜舰里面发射洲际飞弹给你看，我具有这样的能力，我具有这样能力。但是你从海南岛那边跨过去的话，其实以吴钊燮画出来的图的话，是在我们下方日本还在上面但中国为什么刻意我要通知你日本，我要发射导弹？因为海南岛在我们的下方，所以它是直接从我们的下方飞过去，菲律宾吕宋，距离日本还有一段距离。你通知日本，不就是告诉日本7月7号前，我告诉你我要发射导弹了，而且是训练的模拟导弹，因为它是可以带有核弹头的，无论是单颗弹头或是分散式弹头，它是可以带弹头的。那不就意味着告诉你日本有一点恐吓性质吗？有一点恐吓性质吗？然后你就发现了日本也很火大，前一段时间不是罕见的公布了那个中国的航空母舰。几天内起降，3天内起降170架次的战斗机跟直升机啊！我觉得这都是一连串的事件，一连串的事件啊。那当然还包不包括澳洲最近跟斐济签了一个海洋和平的战略伙伴，然后又要去所罗门。我们都知道，之前前面的所罗门的总统是跟中国友好，还签了安全协议等等，连美国都跳起来了。那现在所罗门的新的主政者对中国无好感的，然后澳洲总理又要去访问所罗门，这是不是一连串的事件？一连串的事件。那当然，最好奇的是，刚才讲到石板民夫，其实一开始我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石板民夫？因为石板民夫的祖父爸爸都是日本人。石板民夫在中国出生，然后15岁回到日本，然后来到台湾，成为中华民国国民。其实他就是三角的邻接，三角的邻接。而他来台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的主张跟他的思想是对抗中国，对抗中国。那为什么刚才又谈到说美国啦、欧洲什么都跳出来？美国还讲了一句话。为了他的团结法那个促进法，美国讲了一句话：我坚决要维护我的主权。
告诉你，司法是主权的象征。你在我这边不具司法权，你不要随便给我过来侵犯我的司法。所以美国讲了一句：“我要为了这个法，他回应是我要维护我的主权。”那很简单，中国对台湾有没有司法权？他能够来台湾进行司法上面的任何的举措动作吗？答案是不行啊。如果不行的状况下，这个事件是属于常被恐吓咯，常被威胁咯，常被警告咯，而且是警告一个是日本血裔的人，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那我们也知道，日本跟中国也是闹得很不愉快啊。所以石板是不是背后还象征了这个意义？否则为什么是石板？石板是不是背后还象征了这个意义？否则为什么是石板？为什么是石板，而不是其他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对中国在跟对抗中国的发表言论的人太多了。为什么是石板？而且为什么是在7月6号？好，因为我们知道7.7事变跟日本有关，当然，那石板刚好他也是日本人，然后来取得中华民国国籍的，这里面是不是一连串的警告、设计等等，一连串的下来嘛？那再纠正一下，他刚才说那个团结促进法没有提到台湾，第21条，确实有提到台湾，要增加台湾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明显上节目要认真一点呐！还没刚刚乱啊！妈的，你资源要被他管吗？管不到台湾乱啊！21条确实有写到台湾同胞4个字。OK， 那可以看得出来嘛。其实从巨浪通知日本，到在台湾，日本取得中华民国国籍的石板民夫遭到攻击，同样是7月6号。这样是一个纯粹意外的巧合，还是根本就是在同时7月6号同时去做出来的举措？你说导弹从我们底下飞过去，台湾某种程度上也会感受到威胁。我们的热伤雷达一定会抓不然我说一句话，不然吴钊燮怎么敢这么肯定？知道是洞94，知道是巨浪2，还可以画出它的飞行路线，还可以算出飞行7000公里，弧线7300公里，完全符合巨浪2的模式。不然，国安会的秘书长不是路边的人而且吴钊燮他是没有权利决定自己要不要讲话。当然上面当然不止。可能美国也都知道，两边呢，这整件事到现在为止，好，那这整个包括石板这件事情，警方还在彻底的往下调查。那老共要show muscle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 ，OK？ 那这所有的一些事情，对，然后算一算，今天大家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对，今天是7月7号，卢沟桥战，卢沟桥89周年。你读书读到当时日军呢借口有士兵失踪，要入宛平县搜查。然后呢，结果后来宛平县呢，那个守军就以守土有责，然后觉得说就不让，就等着，然后最后说好打，就从那时候开始打响第一枪 ，OK？ 民国26年7月7号，那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情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可是显然一定有一些人会记得，不知道这个时间这个巧该怎么样，但是对所有的国人来讲的话，那未来会怎么样看待？由于在政治上面会发生未来什么样的一些的涟漪？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刚才讲到那个是涉及到暴力的事情，接下来。来一战，不管是暴力啦、霸凌啦，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大家觉得说7以为不可。好，那现在就出来，那对四广人来讲，他就跟你道歉啦。那接下来呢，你们他会讲说我都道歉啦，
道歉有没有诚意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道歉的目的是什么？是针对他的儿子的行为进行道歉，还是为了选举道歉？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看起来他整个的做法就是为了选举来跟大家道歉嘛，因为大家指控他网络上有一堆总共有16项啊，说他昨天否认了12项，17项，他否认12项只承认，他也没有承认5项，他只是5项不反驳而已比如说有骂人家阿拜因为那个当事人都在那边直接指控，所以他就不敢反驳嘛，他也没有承认只不过道歉嘛，所以他否认这么多事情，但是他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他在高中的时候有涉及到职棒这个签赌的事情，他也讲得很含糊，因为在2015年桃园这件事情其实闹得很大，因为黑帮介入了高中校园，由黑帮掌握这个校园的签赌的事情，透过一些手法让高中生去签赌嘛，还有高中生因为这样还想要轻生，这些事情都让桃园的高中生的这个所谓的治安的问题产生很大的疑虑嘛。这件事情就是他妈妈万美玲所揭发的，所以他承认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问这个司广阳，你到底那时候是被害人，还是你是被害主头？你是跛脚还是做帮的啦？按公话判价就是安尼。如果是做帮，你等于是受到少年法庭之后有相关的记录存在嘛，而且你变成是这个施加者嘛，就是让人家受害嘛，所以这些事情他都还没有解释。但是一堆里长就已经在下面留言说勇于认错鼓励他表示他们家里面在选举这一块说真的基层实力强大。因为我6、7个里长在下面留言这6、7个里长，我今天听于北辰将军讲，很多里长也跟他讲说，我也很无奈因为有人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在他司广阳下面留言？因为里长说真的不太会经营网络啦，所以都是支持。一定是人家要他去帮忙留言一下你就用朗赫嘛帮忙留言一下，所以他连这件事情其实都已经设计好，就是我接下来就要继续选举嘛。所以选举这一块对于司广阳来讲，我们都刚才都讨论过事先我们都讨论过，在桃园8000多票就可以当选了。对于司广阳来讲上一次万美玲因为要选立委没有选议员，所以他把票全部拨给林涛，林涛第一高票当选2万多票开玩笑，8000票可以当选的，他们给林涛当选就已经2万多票，表示他们在家族里面的实力坚强。那万美玲在参选市议员的时候也是第一高票当选，那参选立委的时候也是第一高票，全桃园市最高票当选所以对于司广阳来讲，他未来的选举，你说会不会因为这件事件产生影响？我觉得很少。但是我要跟万美玲奉劝，醒架不好醒低压早你儿子可能会当选但是万美玲你的选票是要过半的是立委是要1对1单一选区的，你的儿子的议员的席次可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万美玲你因为你的立委的身份，让你儿子在学校里面有这些所谓的霸凌的相关被指控的这些行为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的特权，所以让他在学校里面觉得说你要知道我妈妈是谁，所以你的这个形象是不是已经被影响跟冲击所以明年的万美玲的立委选举反而会被司广阳所影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说司广阳你要不要干脆退选包含很多国民党人说你就干脆退选，因为国民党在那一区里面其实提名7位，但是有一位叫做无党籍是由所谓副议长的女儿，她用无党籍参选，再加上一个民众党的席次，等于是9位所以竞争激烈所以不小心国民党可能就会掉2席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司广阳如果坚持参选到底，你万美玲未来如果让你的同党同志落选，那会不会回报到你的立委选举的身上 ？OK， 但正好如果像昨天那个阿川在节目讲说，像万美玲委员在去年反罢免的时候，反罢免票他拿了9万多票，罢免他的只有7万多票，反罢免就9万多。大家都要罢免跟反罢免要去投那个票，跟你一般的投票是不太一样的。那表示那叫基层的实力。但这样一些实力，如果再这样算下去，那这个到底未来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那个9万多票代表万美玲在地方上面是画最跟当吗？当然啊，而且那只是一个立委选区万美玲的影响力可能还超过一个立委选区，否则他当初不会想要选。他其实如果没有空降张善政的话，万美玲是想要选市长的。所以如果张善政任满的话，
有可能，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好了，但是你先看一下说，我直接讲了，他儿子施广阳本来就安排要接班的嘛，但是上菜不成熟。万美影响力可能还超过一个立委选区，否则他当初不会想要选。他其实如果没有空降张善政的话，万美是想要选市长的。所以如果张善政任满的话，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好了，但是你先看一下说，我直接讲了，他儿子施广阳本来就安排要接班的嘛，但是上菜不成熟，所以这次一定会出来。那施广阳年轻的时候干了很多事情。会不会影响他当选桃园市议员？我跟你讲不会，他还是会照样当选。那万美玲会不会施广阳会不会影响到万美玲的立委连任？那要看对手是谁。如果对手不够强，还是万美玲啊。那万美玲现在是他政治实力的巅峰期，给大家看一个这个表比较快啊。这个里面呢，我们先看一下他第一次拿第一名。16724票，这个是2014年的事情，9.3%。但是啊，我要跟大家讲说，你知道吗？他第一次选议员的时候啊，是拿多少票？你知道吗？4518。20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亲民党的时代，那个时候他拿4.56%。然后呢，经过12年之后呢，他就拿了快1成的选票。从此一路来，他是永远的第一名。然后民进党那个时候桃园的那个立委是郑宝清一碰到万美玲就溃了，一次就被打败了。所以万美玲从此以后，他在桃园就旧桃园市啊，没有人可以赢他。他最典型的是什么？每一个家长会他都守。每一个学校他都守。昨天说他是家长会的总会长。是啊，家长会联合会长。对啊，你要想他儿子都已经毕业多久了，都去念大学了，他一样啊，还是守。这是他的基础。好，但是现在很讽刺的就是什么？你搞到高中生，你知道？我觉得施广阳真的是有个好妈妈。一般的小孩子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很难矫正回来。我们讲白话的，如果不是他妈妈是万美玲，他今天有办法出来选议员。这就是家族传承，因为要培养接班人，这个不用骗。但是政治是这样子，因为市议员的选票并不需要过50%。那万美玲妈妈万美的实力就够强，他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是一个你就看着一个政治家族啊，第一代跟第二代建立的过程。那以后他们家还会出什么事情，不晓得，但是这社会一定不会忘记。那对国民党来讲是好是坏，就只好慢慢看了。不过这件事情 ，Thank you， 国民党也有人出来讲说，不是。选举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吗？而且人家都出来道歉了，然后你们还要人家退，一定要退这样吗？就是一个议员选举，有必要在全国大家都要讨论到这么风风火火的吗？然后但你光看他那个串文哦，他那个串文有我昨天看是600多万嘛，那个串文的那个流量真的是吓死人。所以这整件事情这一路延烧，刚东豪最后讲一句。对国民党未来会有什么影响？这几件事情会烧到国民党会有什么影响？台湾的国片啊，前10名里面有7个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话混用的，只有2部是纯中文。这2部刚好都是学生时代的电影。意思就是说，学生时代是台湾人的共同回忆，所以它票房很好。那
在学生时代所遇到不公不义的霸凌事件，自然也会印象深刻，甚至会感同身受。这是为什么霸凌事件会广为流传，铁拳教育会大家讨论的原因嘛？甚至在高雄市长初选的时候，赖荣的确也少点带红队红台队，但是呢，那个状况就不一样，一个是8岁的小孩，但释广阳是一路上都这样。他讲了一句话，他的护航者，他下面留言的护航者讲了一句话说。选一个议员，连5岁的事情都扒拉出来。那我心里看到那句话是讲说，你5岁就开始霸凌别人，然后到这么大了都还不知道要讲，都还不知道道歉。他里面我跟你讲，他的发文，这个除了这就是有人帮他修的不错之外啦，我觉得他在分类里面，他是这样分类的。他第一段是讲。这些我确实有做我小时候有拿白胶什么3秒胶涂在人家头发身上然后我确实有做的部分是1、2、3、4，然后我取了人家的绰号，他觉得很难听，我很抱歉。然后第二段呢是否认这个他没做的事情，我有打篮球，球队也有解散，但跟我没有关系。第二段就是把那些好像有关系又没关系的事情，用最严谨的方式。然后去排除他的这个霸凌的意图。那第3段呢，叫做暗度陈仓。奇怪，他现在是在讲霸凌呢。他突然偷渡了一条，叫做我以前有做球板。这个是司法的事情哦。我也很后悔，我小时候不懂事不成熟，偷渡了一条。不是啊，你做球板霸凌谁了？对不对？你应该就要在这个促进经济这一条挂在看板上面，不管合法或非法，我释广阳帮他推广，对不对？因为他的里长也跳出来啊，那个里长跳出来讲，谁没签过6合彩？我跟你讲，那以后桃园区就是我们台湾赌博示范区，由释广阳有做全国赌博联谊会会长，那这样子选举很棒，我觉得高票当选啊。我跟大家讲包含刚刚在讲的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这些的，我觉得蓝绿都好，有一种大家选民看得比较不舒服的，现在的名词标签叫做双标啦，但实际上他在做的事情叫做表里不一嘛。什么叫表里不一？就是我一方面这个党主席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啊，但是一讲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马上又有人要在说没有，我们不是中国人啊，这个叫表里不一嘛。霸凌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啊，你都有做嘛。你像阮嘉义当这较早一个议员何叔啦，伊都有做，伊也无讲伊无做啊，伊有做个当选，表示讲我就应该正当的嘛。这个就是大开，要做流氓嘛，较有办呢。要大尾嘛，大尾有刑，对不对？迄大尾迄个见面出来拢霸凌，讲叫阿伯啊 ，Uber 外送的送东西到他们服务处来，他。结果迟到了，他传讯问他你是给我车弄掉，他问他是不是发生车祸，我说怎么？然后呢，他居然在他的道歉文上面跟他道歉。我说你就不要道歉，你就说以后送万美元服务出来，给我迟到试试看，对不对？再迟到，你看我慢慢帮你公布出来都有。结果不是，他说什么？他说啊。我那个时候是关心你，不知道是不是发生车祸才道歉。不是有人这样子关心的，他是这样子解释的。那逻辑，我们先不讲立场啊，我们先不讲什么他要选不选，因为坦白讲，我现在在骂他，其实是帮他宣传。可是我认为这样子的政党选举这不叫文明选举嘛，这叫部落冲突。什么叫部落冲突？只要我方阵营杀人放火都对了，贪污判刑都对了。霸凌都对了，没人敢谴责啊。同选区的没有啊，其他选区的没有啊，党中央到地方没有啊。他们都说什么啊？司法没判的都是合理范围啦，这林佩祥讲的啊，不然就是那个小时候的事情，长大没关系的啦。桃园有一个这个桃园妈妈李博社应该是绿营的议员，他有一个小孩子也做坏事。他就回文，人家问他说：“你要检举，你要指控万美玲，那你也要指控李博社。”李博社出来说：“这小孩我在15年前就跟大家讲过，这个他的事情是错的啊。当然断绝母子关系这件事情好像没有民法上没有这个做法了啊，但是他就是一个意向的宣示。然后我希望他为他做的事情让受害者得到真挚的道歉之类的，他就有一个态度嘛。”万美玲面临记者访问是左闪右闪呢，然后而且他对他的儿子很骄傲呢。
所以网友就很有趣，他们就说，我现在也要看一个矛盾冲突，就孙安佐 VS 士广阳两个对撞的时候，是谁会先道歉？因为两个都是著名的被妈妈宠坏了嘛。那我坦白说啦，你今天说18岁以前哦，或者20岁以前，那小孩子读书不懂事干嘛？当兵啊？不过士广阳好像没当兵。当完兵之后，我们过去常传统社会讲，当完兵就是要当个成熟的大人，要为自己行为负责嘛。那他之前发生的事情，不是就是家庭的问题吗？过去哦，像我们这种素人，一般老百姓没什么特权阶级的，学校家里没教的事情学校教，学校没教的事情才会社会教嘛。万美玲不是呢。家里没教的事情，学校教不会事情，我来教。我当家长会这个家长联谊会家长会长联谊会的，不管是理事长或主席，各地方职称不一样，我来跟学校讲什么是对的。校长说，士广阳同学是我们的杰出校友，现在也来竞逐民意代表，然后我们请他上台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为什么我讲部落冲突？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用比较先进的科技，在玩一种很古老的文明，那种种族主义、那种非我族类、那种在对立的过程里面不讲道理的。你要知道，日本啊，不分政党，谁贪污有切腹的，有辞职的。在美国，如果越了界，犯了这个跟国外勾串的东西，他一定会被弄到下一次没得选了。可是，在台湾，不管你做什么事情，甚至很明显的跟敌国有所谓的来往，过去握手啊，回来弄破坏国安法案的，只要是同党的都可以保护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反而忘记了民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三个走。那个司法啊，其实某种程度是在告诉大家我们的最低底线是什么，而不是被立法委员拿来嘲讽说他只要没有犯法，那他做的事情都是对的，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我换个方式讲啊，你今天要跟人家带出来，你今天要出来选民意代表，你要领导嘛，你要带领一个价值嘛。那请问士广阳代表什么价值？出山要生对地方，这是公平的机会吗？他的价值就是生对地方啊。我们今天讲民主是要制造我们没有办法制造绝对公平，那我们制造相对公平的环境嘛，让大家每一个人，只要不管经过刻苦耐劳、勤俭勤能补拙，或者是用功读书，你有阶级翻身的机会，我们要创造的机会嘛。士广阳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当一个幸运的投胎嘛。然后我们制造相对公平的环境嘛，让大家每一个人，只要不管经过刻苦耐劳、勤俭勤能补拙，或者是用功读书，你有阶级翻身的机会，我们要创造的机会嘛。士广阳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当一个幸运的投胎嘛，你要做一个幸运的投胎嘛。然后长大之后呢，你欺负人不用道歉嘛，大尾就会赢嘛。你就是无得买佚佗，要佚佗来比人较大尾。啊，若要共吵，唔好吵无爱。等下车开人讲你有给我车弄掉了啊！就是他在讲的一个价值，不是一个大家什么3级贫富翻身的那种机会，或者是聪明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创造进步价值，那没有。他唯一的价值就是你要当个幸运的金子，他唯一的价值就是你在做错事情了不要道歉，他唯一的价值就是告诉大家有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所以这个是民主要的。我坦白说。我不认为我们能够改变这一次桃园什么样的选举，但是这士广阳的案子也不是唯一一例。我们看到花莲的老大傅昆萁，我们每次讲他都当耳边风。我这几天看他那个脸皮越来越粗糙厚，那厚到没有办法。你说他很会待人处事，我也知道他很会待人处事。我跟他一样有钱，我也会待人处事啊。现在的问题是待人处事吗？现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用公权力对你自己的私心利益上下其手的问题嘛？士广阳如果过去当服务处助理就可以干这些事情的话，你怎么知道他当议员会不会越来越大尾？那换个方式讲，很多人这几天在消遣我，或者是消遣我，或是提到我说我去电子游艺场玩1000块啊，然后就被人家骂成怎样？当时跟我选的是谁？我玩1000块，我去电子游艺场，我对手开电子游艺场啊！结果嘞，谁敢批评他？赶的都嘛是雨点的声音，讲这些事情都感到很悲伤的，就是台湾没有大家想象的那
我们是很科技，但我们并没有很文明，因为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如果科技被拿来讲，我们现在听到科技都是什么假讯息、网军造谣、公关公司的话，那这种科技是改善人类社会进步的科技吗？手机拿起来不是讨厌民进党，就是讨厌国民党，这个叫科技，这个叫始终来自人性，带来更美好幸福的社会吗？这跟我当初读的资讯管理完全不一样。原因是什么？就是台湾还留在那种部落冲突的事件，只要站对边，霸凌都可以说成是对的。更甚者啊，还有那一些所谓现在在当民意代表的基层里长啊，或者是什么士官的同学出来跟着谴责加害者，谴责被害者。我最后就问一件事情：一个道歉的事件，最主要的核心对象是受害者是否接受你的道歉，而不是旁边那些我也没有办法去评论受害者是否已经满意，或者是加害者道歉很有诚意，这我没有办法评论。可是现在很恶心的事情就是释广阳他的道歉是空气的道歉，再加上他旁边的人还帮忙接受道歉，甚至是继续加害霸凌当时的受害者，这个才是我想整件事件社会都应该要这个共同谴责。而且我坦白，如果是让霸凌者当上一个领导，当上一个民意代表的话，那不就是在鼓励霸凌吗？明显。霸凌没有双标，也不论是几岁了，你不论是广阳他高中或大学或怎么样，或赖瑞龙小朋友几岁，你们要讲那年纪，那就是双标嘛。如果真的有这个事实，该一样用什么标准就用什么标准啊。第一个，我先讲说家族政治啦，你对家族政治从政，2代从政，3代从政，你有家族政治，五贺5败啊。有家族政治，当然有资源是好事。另外一个，你又会被高标准检验啊，一样啊，你不论。老讲，而且家族政治不是只有国民党有啊，因为民党现在也很多啊，超级多，而且现在民党执政11年了，掌握的资源更多啊，一连串家族政治很多了，不用去列举5贺5败了。只是说我觉得是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个，包括你对那个万美玲来讲要当危机处理了，因为小朋友出来选他的2代出来选，能不能接班，当然要接受选民检验啊。那整个过程中，你看我自己也是选议员，我当了2届。议员老讲要那么高的 trade 上面社群那么高的流量，那么多串流，而且可以到5个人的节目来被讨论，对啊，你卖公不干那就说不太容易啦，因为线上的选举除了县市长会成为指标之外，议员全台湾总共900多人呢。席次我刚刚为什么请教Thank you， 讲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成全国性，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一定有它的道理。一个议员，那当然你说，因为背后凸显的是霸凌，大家没有办法容忍或什么。如果大家是正视霸凌这个议题，那很好，大家在正视这。但是你刚刚讲，因为全国900多个议员是席次啊，加候选人席次上对，但是为什么释广阳跟万美玲特别受到大家注意？第一个，这件事情不是新的案，其实在3月4月已经有做开报道，包括偷吃那个鸡排吗？偷吃鸡排啊，还有一堆有的没的，就说。那时候其实应该就说，我认为应该，万美玲委员应该那时候就要危机处理。你觉得还没有到现在没有处理好？到现在有做危机处理吗？现在包括有一些里长条啊，他上去留言，我认为那些留言你要加油可以啦，可是不要造成危机处理，不要造成反效果。你去留言，比如说留言有时候在攻击对方，会变成加油添火。比如说我们打棒球出来 ，closer 是出来灭火的，那你变成提油上阵不好啦。这个，所以这个我觉得要危机处理要避免，像这一种类似就会增加它的。需要退选吗？退选的话，我觉得上宫见多识广，让上宫做决定。我觉得万美玲她今天没有出来回应，我觉得她一定讨论嘛，就说第一个选票结构，第二个在内部，我觉得万美玲一定很挣扎啦，因为包括选区的部分，一定有人会拿这个做文章嘛，甚至有人联想，老讲你声量会到那么高，会变成说我们自己人也会想说。就有点像去年大罢免那个既视感啊，好像四面楚歌一样，大家来围攻他。否则一个议员声量，甚至老讲一个县市首长、6都直辖市长的声量都不会那么高的时候，是不是有？第一个当然声量他有累积上去嘛，有仇恨感出来嘛。第一个是不是有被刻意操作了？所以对他来讲，我认为他现在也是天人交战呐。所以很多人建议他说几个，包括 Trip 很多网友建议他说上中下策，上策是讨论好退选，中策是怎么样。认真道歉，那下策继续选都有，我认为他最后会去思考了。至于说最后要不要退选哦，所以我刚刚讲，比如双标，我认为如果这个
偷吃鸡排，我认为还可以啦。啊，如果涉及到霸凌，就真的不行了。你不论是什么样的手段或什么样的行为，可是他刚刚讲说他在荧光幕前面已经道歉了，他说没有的。他没有的不要摘给他，有的对他有说10几项有，如果不是他的话，就交给司法调查嘛。这当然是危机处理的一种。可是目前除了一个司法危机之外，会酿成政治危机的。说你要不要选下去，不是说他选票够不够的问题，说这一关有没有经过检验啊？那同样的标准也是一样啊。面对释广阳也一样的标准适用那个赖瑞隆啊。赖瑞隆之前在铁拳交易的时候，人家去他的那个脸书留言，他给他删留言删一堆啊。我觉得这也是不妥当。同样适用在释广阳，同样的标准也适用在赖瑞隆身上啊。博文是不是同样的标准适用在只要不管是自己或家人有被扯出，这些都是一样的一个处理模式吗？詹江春直接讲说，那个为什么释广阳要退选？赖瑞隆没有退选啊，他为什么要退选？把这两个直接摆在一起比。我觉得是很难想象了哈，也觉得蛮悲哀的。就是说，从国民党的朋友嘴巴里面传出来的都是，你看释广阳被围攻，然后这是你们刻意操作。那个5个，我真的很想刻意操作，我想操作台湾好生活，加薪减税增福利，我们有1000亿的中小微基金，好，我们这个欢迎大家来争取这个1000亿的这个中小微基金。另外，我们100亿圆梦基金，这个占到连法国的代表现在要离台都希望说，哇，你们这个过去栽培几个年轻人很棒，我要来帮他加油。你这个是一个负责尽职的副秘书长，是你明年要挂或者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军公教人员对国家的贡献，所以我们这个已经第6次的调薪，而且幅度高达11%，超过11%。好，谢谢5哥。好，我现在进入正题。焦糖哥哥，我如果说真的想操作，我是想操作这些，可是不是嘛？这些东西是民怨自然累积起来，这个怎么会是小事情？当你万美玲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应该就立刻跟你儿子讲，选举是一回事，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你要出来面对这些事情。这些人是出来指控你哦，可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事情他本来一副还是我就是万美玲啊，怎么样？我就是万美玲的儿子。等到这个事情爆发到不行的时候，然后才出来啊，找一家这个媒体，好了，来，我接受你们的专访。然后呢，关起门来接受保护的情况之下，这个道歉一鞠躬，我的道歉你接不接受是你家事，反正我已经道歉了，我也不接受你的质疑，我也不接受你的质问。你们外界还有什么批评，我告诉你，我就要告。你觉得这种态度当事人会接受吗？你知道那个真的，我跟大家讲哦，你不管几岁了哈，你小时候被那个白胶淋到头，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一辈子都很难抹灭的这个记忆。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朋友，小时候，你难道不值得你对那个道歉？亚斯伯格症的小朋友，你小时候去推倒人家，你觉得你如果当家长，你什么感受？哦，因为你妈是万美玲，所以我儿子我女儿被你欺负了，我都不能讲话。你知道那个真的，我跟大家讲哦，你不管几岁了哈，你小时候被那个白胶淋到头，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一辈子都很难抹灭的这个记忆。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朋友，小时候，你难道不值得你对那个道歉？亚斯伯格症的小朋友，你小时候去推倒人家，你觉得你如果当家长，你什么感受？哦，因为你妈是万美玲，所以我儿子我女儿被你欺负了，我都不能讲话，我的冤没办法伸。我跟你讲，那种会更恨。好，那你再想想看，这中间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他一路以来，他发生那么多事情，结果没想到国小毕业典礼，他竟然还被校长说什么？说他是杰出校友。我实在是不晓得这到底是多大的恶势力，有办法让一个教育扭曲到这种地步？他妈妈还是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呢，刚好都在教育委员会，所以我认为这一连串下来，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你是广阳，坦白讲，我觉得明显等一下不要又说什么我们故意在操作这个议题。我可以跟你讲，我还特别为了你，我刚刚特别查一下我们桃园的议员，我跟大家讲，我们桃园的议员年轻优质，每个战力都很强，不需要去炒作这个。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引起公愤，是真的是人民生气。OK，那尚国。
本来一个铁拳教育，然后蓝营就一直抓这个，觉得会不会对赖瑞荣造成一些的困扰？这件事情出来了以后，怎么样？大家是打平吗？怎么会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变成大家都把它打平？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呢，就你不要讲我，我不要讲你，大家都不要再去讲任何这些吗？事情是这样处理吗？我觉得没有打不打平的问题啦。就赖瑞荣那边问题，当然高雄市民的检验，那士广阳的问题是桃园市民的检验嘛，没有什么打平不打平。这很简单一件事啊，你违规我也违规，所以我们两个人都没事嘛。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我们都没有法律问题嘛？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码归一码，一码归一码。那你说，一个铁拳教育，然后到赖瑞荣小孩的事件，到国民党如何去打，到今天变成国民党的事件，民进党如何去打？啊，这个大家在江湖混了，该还的总是要还啊。然后这不是一个所谓单纯的，好像青少年之间言语不合的冲突，而是一个正二代里面长期被放纵的结果。我问一句话，你从幼儿园、国小这样一路上来，我只问一件事。学校都不知道吗？学校都没有告诉家长吗？家长都不知道吗？为何一路这样上来？为何会一路这样上来？这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有没有出问题？有没有出问题？所以它里面出现一件事情：台湾在选举上该不该纵容霸凌者？其实最关键是回到这个问题而已嘛。那桃园市党部为什么到今天为止对士广阳没有讲话？今天中央党部为什么到士广阳都还没有讲话？他们要讲什么？你们到底要不要撤销他提名？到底要不要撤销他提名？今天很简单，一码归一码。那个什么桃园的那个议员也不用扯到赖瑞荣啊。你说郑江春，当然也不用去扯这么多。问题最简单的一件事，你同党的自己先要不要处理？你是不认同另外一边不同党的小孩的霸凌，那你认同你同党的小孩霸凌哦？否则你先要求。你自己先处理的，再要求人家说你气不好，你敢先处理自己的？不是哦，现在是护自己，问对方为什么不这样？这是很奇怪。那意思就是说，你霸凌我也霸凌的时候，你不退，我们也可以不退。这个逻辑在台湾社会应该被认同吗？那国民党。你持续不讲话，你认同你们提名人的霸凌无所谓，能赢就好，是这样吗？等下，明显会吗？国民党是这样吗？当然这件事情要处理啦。第一个，我觉得包括党中央跟地方党部一定会跟外面。你不用跟我讲，你跟你们党主席讲。没有了，这个也不有涉及到。刚才还要你决定嘞。我决定了。我刚跟他开玩笑，你想哪一个？我帮你决定嘛。尊重你的意见。尊重。李明贤说应该可以，要处理啦。那么处理是要讨论啊，也不是说立即。本来党也有党纪的处分啊，相关的这一定啊，也不是说要就证据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且你刚刚讲，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双标的标准嘛。你刚赖瑞荣经过市民检验，然后那个士广阳要桃园市民检验。我说不能打平。所以它不是打平的问题，不是杜销的那种感觉，不是说你有我也有，各自有的都要被检讨。一样啊，有就该检讨啊。是，如果霸凌本来就是零容忍啊，如果是霸凌，不只是道歉，他要针对他的事实要道歉。现在的问题是士广阳在你们提名要参选啊，不是吗？参选赖瑞荣一样参选啊，你不能说赖瑞荣儿子8岁怎么参选啊？但是他小孩8岁，请问你士广阳几岁啊？
赖瑞荣第一时间先处理了小孩跟对方的问题，协商，而且达成和解之后，马上立刻道歉，所以他也经过了民进党初选的一个肯定，现在提名了吧？有没有处理好？有没有处理好？去高雄问了哈，你的话我也不想讲太明了，有没有处理好？要参选嘛？OK， 不，东豪刚刚不是什么？因为四广阳的事情哈，然后要去，你看到这个用赖瑞隆的事情出来，这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什么道理啊。就是说，我霸凌是不对的，然后一个8岁的小孩子，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我们当然希望他要被辅导好，要教育。赖瑞隆要不要付代价？当然要付代价。这种事情没有不付代价的。你以为就算能当选，你就不用付代价吗？如果赖瑞隆没有把自己的家里的小孩子带好，以后付代价会国民党是民进党，就这么简单。好，那回到国民党，有人叫万美玲退选吗？因为要选的是他儿子嘛，他儿子干过这些事情之后，大家要看的是你是什么态度嘛？万美玲是什么态度嘛？万美玲是什么态度？他在这几天被媒体问到的时候，他摆什么脸给大家看？赖瑞荣是摆什么样的脸给大家看？是赖瑞荣在鞠躬，还是万美玲在鞠躬？我没有把小孩子带好，忽略了他，这两个人一样吗 ？OK， 这整件事情在未来好，第一个那个霸凌零容忍，然后跟暴力是一样的道理。OK， 那只是未来在政坛上面这件事情会一路往下烧吗？那甚或对不管地方或是所有的选情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那除了这个以外，大环境的一些的氛围对选战，今年是2026选举年，再来离2028，你不要以为2028很远，没有，那2028是年初就选了，所以今年选完到明年到2028选，等于只有大概1年2个月左右吧，差不多2、3个月。OK， 那整个氛围又会是怎么样？譬如说，民众对于食安的问题，其实从那个时候鼎新的油开始，一路到现在，那大家对于包括食安各方面的重视，那很高兴，我们大家对食安的重视往上拉了一层。只是突然这一次出现致癌油，大家突然发现，怎么我们大家会再次要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恐惧吗？那这过程当中，一善是今天开出最大的一个罚单，罚中联1.6亿。那这过程当中，一善是今天开出最大的一个罚单，罚中联1.6亿。好，中央罚。但是老百姓就是我不 care 你罚多少钱啊，我要知道是我去买的，我吃的，我所有这些里面到底会不会有？因为那个名称很恐怖，叫致癌油。对，那大家就更担心啦。对，我要讲的是说，今天不管是台中市政府或中央政府，都跟各罚了那个卢市长宣布，就是台中市政府罚中联福寿各300万。那今天这个中央政府也罚了所谓的中联1.6亿啊。但是1.6亿，你对于一个中联来讲，它上半年就营收就已经45亿了，全年营收90亿啊。1.6亿对于这家厂商的营运会不会产生影响？不会。那消费者更不是在乎你到底罚多少钱嘛，而是你为什么事后再罚钱？那事前的稽查原因不是只出在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原因在法律上面的规定就已经非常有问题了。如果当立法委员副秘书长在这边跟你们立法委员讲一下，要改这一条啊，《食品安全管理法》第7条第5项规定，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安全疑虑时，应立即停止制造、加工、贩卖、办理回收，并主动通报直辖市、县市政府。我要讲的是主动通报。你期待所谓的所谓的厂商主动通报，而引起今天这个所谓的致癌油的这个缓通报的问题，所以才有罚款的问题嘛。那为什么这些厂商会缓通报？当他要主动通报的时候，他会去算，如果我主动通报，我在市面上面我会损失多少？那我会被你罚多少？我厂商是在商言商，谈的都是钱，而不是消费者的健康。但是政府要管理的叫做消费者的健康，所以这个所谓的《食品安全管理法》第7条第5项说主动通报这件事情就有问题了。你不能期待
厂商主动通报，而是如果你的检验所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同步可以传给县市政府跟中央政府？所有台湾合法的检验所不多，128家，中央跟地方不能要求这些检验所，如果发现食品有问题的时候，你应该中央地方联合下去稽查，然后经过复检，马上公布，就不会拖啊。怎么拖法呢？他呢？在6月10号就已经自主检验出来了哦，而这个南桥先检验出来之后，报给福寿，再报给中联，然后中联因为经过2次复检，他们也不回报，直接自我复检之后，在6月30号整整拖了1个月，因为自主复检报到中央之后，中央还要去查到底有哪些产品含有这些所谓的致癌油嘛，查完之后7月6号公布了360项的产品，地方政府才去做相关的稽查，要求所有的贩卖这些产品的人要负责下架嘛。所以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法律上规定叫做厂商的主动通报，他把责任全部归给厂商，而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都没有责任，因为这条法律。但是我要讲的是，如果全部归给厂商自主管理，我们需要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干什么？所以直接讲，这条法令要修，要变成主动通报，要有稽查机制。除了事后罚款中间的过程，是不是有主动通报的机制？而这个主动通报的机制，不是在厂商的责任，而是在检验所所有的责任。OK， 明显，蒋万安为什么用重话直接讲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周荣泰院长愧对人民？老讲了，刚刚在讨论所有议题，不论有没有跨境镇压或有没有其他的，包括霸凌问题，这很重要。可是最后食安问题，食安是没有蓝绿啊，没有党派啊，不分颜色啊。我问一个想简单呢，我录完影，我等下回去，我要吃一下泡面，我要安怎敬？我请问我以前好朋友啦，就说我连吃个泡面都不放心，有没有我免于恐惧的自由啊？你可以买进口的，我建议你进口就补爷啦。好啊。日本、韩国进来进个一包有到300块的，像我老婆几乎每天吃泡面呢。我来讲，你吃多少类啊？今天食药署还给我硬凹，说那一包油下去稀释了就没问题。一开始还说20%，今天终于改口了，今天说20%以下的，还有包括总共下架超过20%以下的进行预防性下架170多项。那为什么一开始要盖牌呢？你不论是南桥4月检验的，从4月到6月底中间2个月，中间都没有环节发现吗？那就说整个过程中食药署的角色是什么？那20%怎么定出来的？所以一开始讲20%，然后被人家骂了之后，你知道20%才多夸张，你知道吗？苏丹红才是3级致癌的而已。苏丹红为什么全面下架，1级、2级都下架？那为什么这一次的这次的只有下架到1级而已？就莫名其妙嘛，20%要省出来嘛。所以我刚一敲，而且我要讲的是，你看一下法律是主动通报县市政府。我要讲的是说，我不是帮中央政府脱罪，而是这个主动通报是要报给地方政府的。地方政府再报给中央政府，现在的法令的规范是这样子，可以预防性下架嘛？问题在于这一次的通报的拖延，让我们发现这条法律是不对的。这条法律把责任全部给厂商，没办法接受了。不是，食药署江志刚一开始就是对地方政府也有责任，而这个责任是因为法令导致出所有的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会把责任全部推给厂商。20%怎么定出来的？然后到今天20%以下的又说要下架，从1层、2层，苏丹红是苏丹红是3级致癌物哦，苏丹红就可以1级、2级全面下架。那为什么现在1级致癌物下架到1层而已？所以你20%怎么定出来的？1级、2级怎么下？所以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没有，我们的假下来换下，而且现在是所有是进入到学校，总共1300顿，吃多少？我想在座人都吃过了啦。所有要你外面豆类的制品全部都吃掉了啦。而且你知道吗？民党我觉得最可恶的是这样子啦。你好，义善刚刚讲说中央跟地方要检讨，我同意啊。那为什么很多包括你看沈伯洋啦、吴思瑶啦，开始在检讨谁？检讨蒋万安呢？蒋万安说为什么去补选啦？为什么你没有去清查到底啦？你刚刚讲名单有没有下来？名单下来几项啊？还有到团膳业者、量贩业者、国军的副食品，所有都有了啊。结果民党现在2014的那个食安危机检讨马英九、江宜桦，
2026的食安危机，检讨蒋万安跟卢秀燕，那莫名其妙嘛？拜托，我只是想问伯文哦，什么时候我可以安心吃一碗泡面嘛？来，伯，这个我觉得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本来就不分蓝绿，我本来想要好好的讲，我也不想去吐它，可是我看到他们气啊，我还是要把事情讲清楚了哈。当然，这个中央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全面做好，我也不会去提什么蒋万安。但是我跟大家讲哦，刚刚其实奕善也有稍微念一下哦，食品卫生安全法里面规定了第7条第5项，食品业者于发现产品有这个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应主动停止制造、加工、贩卖及回收，并通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我都还没问说啊，奇怪啊，你们台中市到底是为什么都没通报？你们这个台北市为什么没通报？一定要气给他哦，中央怎么样？好，那都没关系。我跟大家讲，中央在6月30号中联通报出来之后，6月30号中联公司接到这个，他其实中联他是6月11号下游就已经告诉他，所以中联确实他有延误通报。那6月30号中联通知中央政府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立即就反映，食药署在7月1号立刻进行稽查，然后要求这个相关的这个第一线的产品要下架。6月30号中联通知中央政府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立即就反映，食药署在7月1号立刻进行稽查，然后要求这个相关的这个第一线的产品要下架。第二个，7月3号第2层的食品在中午前通通都要下架。7月4号还进行另一波的预防性的这个下架。另外，7月5号公布所有，包括所有下游的一线、2线公布之后，所有下游的这个产品通通都要公布。这个就是我们做的。好，所以从中央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之后，立刻做出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不要用明快去形容，但是也绝对没有像这个李明显讲的那么不堪。公安企业啊，什么他老婆天天吃泡面。你对你老婆要好一点，我讲真的，这样不好。我刚才也唯一只听到这一点。对，我政府才要对人民好一点啦。我能假才是泡面安全的。请问我刚刚就讲嘛，依照食品卫生安全第7条第5项，通报单位是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你这个中央有没有公布名单？那些业者没有公布名单，你没有通报，有什么公布？没有批评中央会公布吗？没有通报，你要去下架什么？伯文，你觉得民党是处理得很好吗？我没有说处理很好，政府我没有处理好，但你这种态度，没有人可以接受。你们这种态度才没有人接受。你就是自己做错事情，然后全部都推给别人。现在检讨地方了，我没有检讨地方，但是我只问你，因为你就一直讲说我们做错，谁定出来的？该我们做的时候，从6月30号一直到现在，请问哪一天我们没有立刻明快处理？7月1号，食品卫生安全处理法通报责任在地方机关呢。然后他说，那你们可以先下架。我请问你没有通报，你要下架什么？地方政府地方下架了，名单谁可以掌握的？没有通报，然后我们就说，这个要下架，那个要下架。毒油爆发，7月1号早就出来了，赖总统在哪里？还在选举嘛？食品卫生安全处理。你如果要扯到这个，7月2号还在选举嘛？你先去问问看你们蒋万安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还在哪里服选？好了，怪地方都怪地方嘛，你们我没有都怪地方，是你的态度都在怪中央，你们的态度都在怪地方啊。我们是在解决问题，就是说依照法条到了。中央该负责任的时候，我们立刻迅速来处理这件事情。请修改立法院，请修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食品卫生管理法这里面如果有产生一些漏洞，我觉得就是说修法面我们应该要积极的去处理，但是绝对不是那个像李明显他老婆天天吃泡面，然后也归到我这边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有点吃安全的泡面不叫吃泡面，所以你对老婆要好一点，吃安全的泡面嘛。OK， 尚公有没有1分钟？这件事情，尤其在选举年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任何一个年度都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它就是发生了。至于通报的事情，为什么要罚1亿6千多万？就是5月10几号你就已经验出来了，你6月才通报嘛。其实修不修法真的很关键吗？不是，是业者主动通报，业者有没有主动通报？就延迟通报才会被罚1.6几亿嘛，1.6亿多嘛。那今天再讲一句白一点的话，一开始谁
决定不要公布第2层的，不就卫福部吗？被骂的臭头才公布的嘛，所以各自都有责任，这个事情大家扛下来。但是我说一句实在话，蒋万安为什么被称为蒋中央？这件事情是不是又说中央你要给我弄一个平台？那你的积极态度有新北的侯友宜跨局处联合处理的积极态度来得强吗？侯友宜是下令哦，7月6号24时所有联合稽查必须做完，7月7号中午必须把所有的稽查结果提报，7月7号整个会诊完以后统一公布给人民知道。Okay. 他有说中央一句话吗？他在做他自己市政府的职责嘛。OK， 所以我就觉得食安的问题是人民 care 的问题，中央跟地方各有各的职责，尽责做好就好了。我们是消费者啊。其实我是不爽卫福部，因为他的食药署第一时间没有把中间那一层公布出来，第2层，就第2层嘛，中间那一层。但是哦，如果要变成蓝绿这样打口水哦，更无聊。中央跟地方各自一定有各自的责任嘛。如果中央没有责任，赖清德就不用出来讲话啊。那1.6亿的罚款为什么现在才罚，不是更之前罚？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啊，难道是食药署要派人下去稽查吗？平常的稽查是谁在做？不要用推的嘛，因为选举大家就像三 Q 讲的，变成部落了。只要是政治正确的都对，没有这回事。赖清德就不用出来讲话啊。那1.6亿的罚款为什么现在才罚，不是更之前罚？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啊，难道是食药署要派人下去稽查吗？平常的稽查是谁在做？不要用推的嘛，因为选举大家就像三 Q 讲的，变成部落了。只要是政治正确的都对，没有这回事。OK， 这件事情，那全民最关心的是吃的健康，吃的安全。还会要延烧多久？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关心的是，那有1000多吨，那现在到底去向是真的被吃下肚，还是还在稽查当中？到底未来又会怎么样？好，这件事情跟大家有息息相关。政治上面各自的尔虞我诈，或是合纵连横，又会怎么样？东豪，请问一下，因为你对竹北熟，媒体上有一篇是讲说，听说柯文哲跟妙天已经私下瞧好竹北这一块，不是。你们2个人瞧什么？国民党的候选人他是经过国民党初选出来的，你们俩瞧完关他什么事啊？因为他如果还是要选，那不是一样吗？然后邱成元又说不能退，那不是一样是萨卡都吗？邱成元总干事都派啦。那个黄国昌这个时候，他那个党主席是自己的，还是要听柯文哲的？黄国昌跟郑丽文能够决定这件事情吗？竹北市市长，当然决定不了啊。那谁决定？当然是师傅跟这个跟 KP 啊。那他们2个是不是他们2个决定完，国民党一定要买单吗？国民党可以不买单啊。对啊，不买单就大家一起选嘛，就破局嘛。破局你能选赢就你本事嘛。如果你没有把握，你就要坐下来跟我谈嘛，不用很复杂。这事情哪有什么复杂？好复杂啊！因为 KP 跟师傅都出来了，变得更复杂。不会啊，竹北这局2个党主席没有那么重要啊，两个师傅比较重要。这两个叫做男配角跟女配角。OK， 好不好？那个主角2个都是男的，好不好？那谁听谁的？看他们怎么谈。但是里面有资金1000万往来的记录。我唯一保留的是。真的2个人已经见过面谈过了吗？你怀疑这件事？对，我觉得消息跑得有点太快。可是刚刚东豪直接讲，明姐，如果真的他们2个人谈完，国民党就买单了吗？也不见得啦，徐信跟师傅关系也很好，所以竹北上徐信不会反对。竹北最后应该我知道内参民调有出来了啦，我知道结果不能讲，我会被打。你怎么不能讲？对不起，我忍不住。
因为主委的事情跟民调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是要比民调。完了，竹北就是我上次讲过嘛，街亭嘛。如果竹北会牵动那个整个新竹县，新竹县又会牵动新竹市，整个是联动的嘛，所以竹北变成蓝绿最后的一个深水区了。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好好靠智慧了，真的《三国演义》的事件不要再重演了。民调对你们有利吗？民调对你们有利吗？时间到了吧？我看到举牌了，预测一定有利，吴旭志绝对大幅领先邱成元。可是问题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柯 P 他们不是要跟你谈民调。他就是摆明了态势的意思了。他是跟你谈判，好不好？这是政治谈判。那一战1分钟告诉我一下，媒体上形容柯文哲要用偷袭珍珠港的方式，2028这一仗，我看完那整个，那就要偷袭哪一块？简单的说，就是黄国昌要去当副总统候选人，跟蓝营合作蓝白合，就这样吗？对，我点进去，因为那要订阅，我还点不进去了。我后来只是想知道说，那珍珠港偷袭的那个炸弹是什么？是啊，总统候选人是谁？柯文哲不能选嘛，黄国昌不敢选嘛，他连新北市都不敢选，他怎么敢去选总统？所以这两个人不可能。结果黄国昌里面的炸弹叫做黄国昌选副总统所以就不叫炸弹嘛。黄国昌选副总统，那个郑丽文很开心啊，文昌配啊，对不对？可能郑丽文就会想没有媒体上写说柯文哲也觉得郑丽文大概不太会选上，所以也不是文昌配啊。所以现在整个的状况包含刚才谈到竹北，柯文哲只不过透过消息证明自己还是民众党的核心领导人，他是主要的领导人，整个民众党还是要听师傅的，不是妙天师傅，是要听柯师傅的，所以他只证明了这件事情。另外就是他是可以有资格选民众党今年年底的党主席的，是不是？如果今年民众党选不好的时候，他会回归党中央，变成民众党的党主席，叫做柯文哲。而未来2028年的谈判，你们面对的就不是黄国昌了，是更难搞的柯文哲。未来那蓝白之间的合纵连横会出现任何一些刚才所描述的这些状况吗？那竹北会是中间大家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未来会怎么样？涉案的问题，那这还有那往下，希望能够把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查清楚，给人民一个安心的交代。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你们，我们明天见，拜拜。